前世的我意外得知，原来自己不幸的人生全是后妈一手策划的。先是被季姐下药设计毁了清白，被迫嫁给了那个男人。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，但腹中的孩子也被后妈下药害死。几十年后，意外得知这些事的我，一怒之下把后妈和季姐都赶了。事后我被判了死刑，死后的我在空中漂浮了很久，直到看见那个我认为不爱我的男人为我流泪，为我守灵。青青，如果有来生，不要再做傻事了，好吗？就在我后悔不已之时，眼前一黑，就重生回到了1980年6月7日这天。这个时候的我，因为被人下药暗算毁了清白，所以闹着割腕自杀。我不是死了吗？就在许清疑惑的时候，屋外传来了声音：老许，我买了只母鸡给青青补补，你也别生气了，孩子心里肯定难受着呢。如果不是他胡来，能出那档子事吗？现在周静南愿意娶她，他还闹什么脾气？我们家的脸都要被他丢尽了。那也要好好跟他说，怎么说青青也不过19岁，还是个孩子呢。而且就青青的模样，嫁给一个瞎子确实委屈她了。什么瞎子，那是全国英雄。再说了，他出了那样的事情，能嫁出去就不错了，还有什么资格挑3拣4？听到屋外父亲许志国和后妈方兰心争执的声，许清知道他这是重生了，随后又看了看还有些疼的手腕，唇角浮出一抹冷笑，便走出了房间。我嫁。青青怎么起来了？身体有没有不舒服？我刚炖了鸡汤，一会儿剩一碗给你补一补。许清看着眼前虚伪的方兰心，内心感到一阵恶心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你这孩子还跟你爸赌气呢！我刚也跟你爸说了，你要是不想嫁人，咱们就不嫁人，哪怕一辈子不嫁人，我和你爸就养你一辈子。呵呵，我想通了，我嫁，只是这2年我存在你这里的工资你要给我，我好置办嫁妆。什么？方兰心脸色微不可见的沉了沉。当年我上班的时候，你说我年纪小手散存不住钱，工资交给你保管，等我结婚的时候给我，让我置办嫁妆用。你想当个白眼狼吗？你妈把工作都让给你，现在天天到处找零工作，而且你住在这个家里，难道不吃不喝吗？竟然还敢开口要钱！我不仅把工资交给了家里，而且我每天有时间就做衣服挣的钱也交给了家里，那么多钱难道都让我一个人吃了吗？青青，你是对马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，就是突然想通了一些事情。许清的话让方兰心心里一惊。我话已至此，你们看着办。现在我要出门一趟，回来的时候希望给我个满意的答复。许清之所以这么着急出门，就是知道前世的今天，身为季姐的许如月会找到周静南，并说了一些不好的话。等许清赶到周静南家门口时，便正好瞧见了许如月和周静南。周大哥，我能跟你聊聊你和我妹妹的婚事吗？周静南冷漠的脸上有了一些松动，微微侧头表示他在听。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会冒犯你，但却是我妹妹的心里话。她说并不想嫁给你这个丑八怪，她看见你这个瞎子就会做噩梦，就算她不干净了，去嫁给一个乞丐，都不想嫁给你。许如月，住口！许如月有些慌乱的回头，看见许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身后。她不是因为不想嫁给周静南要自杀吗？这时候不是应该躺在床上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？青青，你不是不想嫁给周大哥吗？我来帮你说服他不娶你。谁说我不想嫁给他？你不是因为不想嫁给他割腕自杀吗？你看你手腕上的手剑还有血迹。我为什么自杀？你难道不清楚吗？可是我自然会跟周大哥说清楚。你没事可以走了。许如月看到许清那杀人般的眼神，心里一耸，转身就跑了。许如月说的不对，我想嫁给你。周静南牵狗绳的手动了动，面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也没有开口。你也知道我不好的经历，如果你不介意，还愿意娶我的话，记得拿着彩礼来我家提亲。周静南手指又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又没说出口。好，那你注意休息，我回家等你来。许清说完，又深深看了眼周静南，便转身快步回家了。另一边，许如月慌忙地赶回到家。妈，许清变了，她竟然去找周大哥，肯定是想不要脸的嫁给他。她去找周静南了。对啊，她还偷听我跟周大哥说话，还有她看我的眼神特别瘆人。妈，你说她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不应该呀，大勇找的那2个小混混，我可是一人给了一个金戒指，他们不能在外面乱说的。我听景轩说，是周大哥自己提出要娶许清的。周大哥也真是，就算瞎了也多的是姑娘想嫁给他，为什么要娶个破鞋回去？许如月口中的景轩正是周静南的弟弟周景轩。前世的许清一开始喜欢的就是周景轩，后面被人下药毁了名声，才被逼着嫁给了周静南。不行，许清不能嫁给周大哥，我不要跟他做妯娌，他一个破烂货怎么有脸嫁进周家？妈，当初就该把他卖进大山里给老光棍当媳妇。许如月话音刚落，就见许清从外面回来了。许清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一旁的方兰心也懵了，第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。许清，你疯了，那是你姐，你怎么可以跟你姐动手？许清不顾方兰心叫喊，对着许如月一顿乱揍。许清，你个小贱人住手！你竟然敢打如月，我今天和你拼了！你个破烂货，活该被人糟蹋！怎么不伪装了？不当隐忍大度、贤良淑德的后妈了吗？方兰心见许清戳破了自己，索性也不装了。没想到你倒是变聪明了，我还以为你跟你那个妈一样，
除了长了个狐狸精脸，满脑子长的都是草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方兰心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便急忙岔开话题。许清，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这18年来我对你怎么样？你现在竟然动手打如月，你要是不瞒你的婚事，我们可以想办法去解决。你这么在家又打又闹，想干什么？你不用这么大声的吼，你和许如月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，我都会一一还回去。正这时，许志国从外面回来了。你们闹什么呢？都多大的人了，也不怕人笑话。老许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该多管闲事。你又闹什么？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？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许志国闻言一愣，生你亏了身体，病死的。许清从许志国的脸上看到了那一闪而过的心虚，便知道母亲的死肯定有其他的原因。不过许清也知道问不出什么，便转身回了卧室。母亲的死肯定要查清楚，但眼前要先报许如月下药设计害我的仇。一想到这，许清便痛苦地闭上眼，回忆起那段记忆。当初被下药后，意识模糊，但依稀听到有人喊了李大勇这个名字。李大勇这个混混，他一直喜欢着许如月，所以许如月找他帮忙也理所应当。看来得从李大勇这里开始调查。我跟许清没完，他竟然敢打我！你在他面前说什么了？这2天他真闹脾气呢，你们还去招惹他干什么？许志国，你讲不讲道理？他心情不好就能打如月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小心伺候着他，生怕别人说我对他不好，可是到头来他却这样对我。你是不知道，如果你再晚回来一会儿，他能把我也打了。你们最近都别招惹他。还有，你是不是说他妈妈的事情了？没有，我没事说他妈妈干什么？你看看如月的脸，明天怎么去上学？她是你女儿，如月就不是了吗？行了行了，我去借2个鸡蛋回来，煮熟了给如月在脸上滚滚。你也是真笨，他打你就不知道还手。妈，我这第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啊！你回头去跟锦轩说说，让他回去跟周继南好好说一下许清是什么样的人。我知道了吗？哼，我能毁他1次，就能毁他2次。晚饭时，方兰心为了保持好继母的形象，还是强忍着做好了饭菜。我下午那会儿说让你把我3年的工资给我，我刚也算了下，除去我吃喝的那一部分，你给我480块就行。你闹个没完了是吧？你要钱干什么？我说了，我要钱准备嫁妆，而且那是我的钱，我为什么不能要？你要什么嫁妆？让你妈给你置办。我就要钱。如果你们觉得我要得多，我们可以拿出纸和笔，一笔笔来算，这中间还不包括我给人做衣服挣的钱。这个大的，怎么自杀一次醒来跟换了个人一样？你要是不给我钱，我就去跟厂子领导说，找妇联的人说，我工作3年，月工资上交。现在我要结婚，你们不给我钱，我看到时候谁更丢人？许清，你是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了？对，只要你们把钱给我，我就从这个家里搬出去。我现在就要钱，我不信你们手里没钱。周教授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来人正是周静南和父亲周成文，以及周家小姑周丽红。我们今天来的冒昧和唐突，但主要是为了晋南和青青的婚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周教授是大忙人，能来就足够让我们家蓬荜生辉。没想到我们2家还挺有缘分，之前锦轩刚和如月订了婚，现在又到晋南和青青的事情。不过晋南今年都27了，又是当大哥的，所以我们想直接结婚。好，我们也没问题。青青也老大不小，是该结婚了。一旁的周丽红本来就对许清有意见，再看到许志国一脸讨好的样子，心中的鄙夷就更重了。既然都没什么问题，那我就说我们这边的彩礼：1台缝纫机，1辆26飞鸽自行车，外加500块钱和金项链、金戒指、金手镯。许志国一听，这彩礼里里外外加起来2000块都有，便激动的一时都说不出来话。你们还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，如果没有，就把婚期定在10月份行吗？哈哈，你们看着办就好，都挺好。妈，刚才吃饭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把这些年我的工资给我，让我自己置办嫁妆吗？说是给我500块，对吗？方兰心一听许清这么说，内心被气得牙痒痒，但又不能说不是。是有这么回事。那你现在给我，我明天就跟周大哥一起逛街去买毛线，我打算给他织件毛衣。呵呵，你看你这还真是不懂事。季南这样怎么出门逛街？周大哥眼睛看不见，我可以扶着他走啊，而且到时候我可以问他意见，告诉他都有什么颜色，让他选就好。许清说完，又看了看周静南。周大哥，你看行吗？好。方兰心见周静南都答应了，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那好吧，我明天早上给你。那孩子们的婚事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以后2个丫头就要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客气了，时间也不早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周大哥，明天早上我去你家接你，好吗？好。等送走周家人后，方兰心黑着脸质问许清：“你这样逼着要钱是什么意思？当年你说给我攒嫁妆，我现在要结婚了，把钱给我，难道不对吗？我明天早上走之前，你把钱给我，不然我不能保证会不会在周家面前说什么。”你
还有周家给的彩礼，我也要全拿着。许志国，你看看他在说什么，彩礼都要带走。许清，你见谁家彩礼是带走的？我不管别人，但是这是周晋南娶我的彩礼，我就必须要带走。如果你们不给我，那我明天就跟周晋南说一声，彩礼我不要也嫁。你别胡闹了好不好？哪有姑娘不要彩礼？你要是不要彩礼，婆家人就会觉得你不值钱，以后都不会重视你。我不在乎，你们要是不同意，我嫁进周家，可是管不住我的嘴。你第二天一早，许清从卧室出来时，便瞧见桌子上放着的500元。许清二话不说就把钱塞进兜里，然后出门了。妈，你看许清竟然还真把钱拿走了。先让这个大的东西棒打一阵，我早晚会收拾他的。如月，你去找锦轩，让他去劝劝许清。为什么要让他们见面？许清以前那么喜欢锦轩，她愿意嫁给一个瞎子，说不定就是想接近锦轩呢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，他肯定就是想接近锦轩。妈，我这就去找锦轩，我肯定不会让他得逞的。另一边，许清从家里出来后，就来到工作的车站，找到站长陈东升，并提出了辞职。什么？你要辞职？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难题了吗？还是有人背后说你了？小许，你还年轻，不要冲动。我就是不想干了。不过站长，我不干的事情，你能不能别先跟我家里说？要是我家里人问起，你就说我请了病假。要不就让你休息半个月，你回头有什么想法再来跟我谈。不用了，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如果站长有合适的人选顶替我的工作，也可以尽快安排。那行吧。等许清从车站中走出来时，正好遇到了周景轩。青青，许清看着这个自己一出事就立马与自己撇清关系，并转头和许如月订婚的周景轩，心中不由泛起一阵恶心。青青，你要嫁给我大哥是想报复我吗？报复你？你配吗？青青，我知道你恨我怨我，可是我当初那么做也是迫不得已，但你也不能拿你的终身大事开玩笑呀。你知道我大哥是什么人吗？你嫁给他一定会后悔的。青青，听我一句劝，不要任性，好吗？呵呵，我还真不知道你大哥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可以说说看。青青，你冷静一下，我不知道我大哥为什么会娶你，但肯定不是因为喜欢，他以前有一个女朋友的，就在省文工团，而且他冷漠没有感情，对谁都不会太好，他的心里除了事业不会放下任何人，而且他现在眼睛看不见，你嫁给他将要面对什么样的日子，你想过吗？说了半天，你也没说出你大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再说了，他以前有女朋友又怎么了？只要现在他娶的人是我就行。还有，他眼睛虽然看不见，总比有些人心瞎了好。就在周景轩还想开口之时，周静南突然从他身后走了过来。周大哥。周景轩一惊，转身看向周静南。大哥，你也觉得我下来以后一无是处是吗？不，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……周景轩吭哧半天，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急得满脑门都是汗。滚！周景轩一听，立马转身跑了。从小到大，他最怕的就是周静南了。周大哥，我不知道会遇见他。不是要去红旗商厦吗？走吧。周静南话音刚落，身前的狗就慢悠悠地走在了前头。周大哥，这个狗叫什么名字？大黄。太聪明了，看着很凶，没想到这么贴心呢。就这样，许清和周静南边走边聊着。从聊天中得知，周静南的眼睛是2个月前受的伤，因为头部有血块压迫视觉神经，所以失明，缠着纱布是有其他不能说的原因。你要是觉得勉强，可以先不着急结婚。不勉强，我就是在想一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得提前跟你说一声。你说。我今天辞掉了售票员的工作，也打算从家里搬出来，以后做点小生意，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？你自己决定就好，回头我把存折给你。什么？还有印章也给你，以后每个月的工资你去领就好。许清听到周静南这么直接，脸莫名红了一下，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，干巴巴地说了句：我们赶紧走吧，一会儿太阳上来会很热。等许清和周静南逛商场买完东西后，两人便来到了一处馄饨摊，准备吃点东西。哎呦，这不是青青妹子吗？也过来吃馄饨吗？说话的正是李大勇，身旁还有2个混混。许清只是冷眼看了他们一眼，并未理会。几人见许清不理会他们，便肆无忌惮讨论了起来。那不是4场胡同的许清吗？平时看着傲的不行，结果也不就那样。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有福气，可惜最后便宜了一个瞎子。是啊，也不知道是便宜了哪个王八蛋，看看那皮肤，嫩的都能掐出水。哎呦，可不是，那腰细的一把都能掐住。许清知道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，因为他要把李大勇以及背后害他的人一并揪出，所以只当作听不见。但身旁的周静南可听不下去，还没等许清反应过来，就直接精准的朝着2个混混冲了过去。这瞎子怎么这么厉害？都瞎了，居然还能一下子放倒赖瓜和毛猴。哼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把馄饨摊上的损失赔了，你们再走。李大勇虽心有不甘，但还是乖乖的赔了馄饨摊的损失，然后灰溜溜的走了。等人走后，周静南见许清久久没说话，以为他还沉浸在刚才的议论中，悲伤难过，因此也面露难色，内心像是在挣扎什么。不行，我要跟他说，就算他恨我也好，报警让我坐牢也行。就在周静南刚想开口之时，不远处就有人喊道：周静南。
我刚进市场就听人在议论，说是有个瞎子牵个狗在逛，就猜是不是你，没想到还真是你啊！来人正是周晋南的好朋友高湛，看样子恢复的不错。这位是也不介绍介绍？你好，我叫许清，算是周晋南的未婚妻。高湛愣了一下，很是惊讶。你好，我叫高湛，是周晋南的搭档。嫂子，以后还要麻烦你费心照顾他呢。许清听到高湛这样说，脸一下就红了。周大哥，你现在要回家吗？我送你回去。嫂子，我要有点事要和晋南说，我送他回去吧。许清愣了一下，随后只好点了点头。你真想好了吗？是我对不起他。结婚也行，我看着那姑娘长得好看，眼神干净，还有古绝劲，和你挺合适。不过你要记住，那晚的事情你不能说出去。高湛见周晋南不吱声，知道他这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。你要记住，那件事不是牵扯你一个人，以后你对他好点就好。仅仅对他好，又怎么能弥补得了？另一边，许清刚回到家附近，就瞧见方兰心送方坤下楼。方坤是方兰心的弟弟，方兰心这些年一直偷偷的给娘家钱。呸！不要脸的东西！确实挺不要脸，40多岁的人有手有脚，还伸手要钱花。方坤刚想对许清动手，就被方兰心一把拦住，赶紧回家，别找事。方兰心之所以拦着方坤，是因为怕街坊邻居瞧见他的不好，从而导致多年树立的好后妈形象毁了。哼，给我等着！许清无视方坤的威胁，直接回家去了。可才刚回到家，许如月大嚎大叫了起来。许清，把我打成这样不能出门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呵呵，许清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不会觉得你现在这样都是我和我妈害的吧？你出事我们陪你难过，我妈怕你想不开，在你床边打地铺。你要是有点良心，就不该怎么家里这么闹。我只想害我的人比我痛苦千百倍。看到许清那冰冷的眼神，许如月一下子慌了。难道是李大勇当初找的2个痞子出去乱说了吗？不行，这是要是让周锦轩知道了，他会怎么看我？许如月越想越慌，便立马出门去找李大勇。而许如月前脚刚走，许清后脚就跟了上去。大友哥，你不是都要嫁给那个小白脸了吗？还来找我干什么？大友哥，那是我爸妈的意思，我也没办法。而且现在许清要嫁给周晋南，周家人正找人调查我姐那件事。那个瞎子真要娶许清，不嫌弃他吗？对，我听周锦轩的意思，周大哥不仅不嫌弃，还执意要娶她。如果家里不同意，他就要从家里搬出去。李大勇一听到周锦轩的名字，眼神瞬间冷了。那和我也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周大哥可是认识很多人。还有，如果许清嫁到周家，这件事肯定会被发现。大友哥，你别忘了，药是你准备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大友哥，只有许清嫁不过去，我们才……嘘，进去再说。躲在角落偷听的许清不用想都知道，两人接下来肯定又要密谋什么诡计，再次陷害自己。看来暂时还不能从家里搬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想干嘛。许清偷听完后，并没着急回家，而是来到车站附近找找有没有合适的院子可以租，顺便见见自己的好朋友秦雪梅。呀，许清，你怎么来了？秦雪梅说完，便上下打量着许清。许清见状，便笑着问道：“怎么不认识我了？”许清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这才是我认识的许清呀！永远要坚强、乐观、勇敢。我想通了，我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我要活得更好、更快乐，才能让那些看笑话的人住口。这就对了嘛。走进屋坐，我爸妈都去大姑家了，我哥嫂还没下班呢，家里就我一个人。不用了，我就是过来看看，你一下就走。对了，你爸妈去你大姑家干什么？我大姑给我介绍了个对象，喊我爸妈过去商量一下。对方干什么的？肉联厂上班的。一听到肉联厂，许清便想起了前世的秦雪梅，就是嫁给了肉联厂的张海年，但婚后的秦雪梅却经常被家暴。那你什么想法？要去见面吗？我都20岁了，而且我还只是个临时工，能找个肉联厂的正式工人也不错了。可是你针线活做得好啊，长得又好看，肯定能嫁个好男人。你就逗我开心，你才长得好看呢。每次看见你，我都感觉你是从化妆里走出来的。我俩都好看，所以我们婚姻要慎重。秦雪梅一脸惊讶地看着许清。许清，你能放下那些不好的事情真好。记住，婚姻不是儿戏，也不是为了吃一口饱饭，就凭你的能力，不需要男人也能过得很好。你有手艺，现在国家不是号召私有经济发展，允许我们做小生意吗？你想做生意吗？你在车站可是铁饭碗啊，我妈都要羡慕死了。我们这么年轻，一定要闯一闯，要不以后后悔怎么办？可是万一不成呢？我虽然是临时工，一个月还有20块钱和15斤面粉，过节还发豆油。那行，你先等我干出点名堂了再说。你真的要做生意吗？那你还会嫁给那个瞎子吗？周大哥的眼睛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才受伤的，我们不能在背后喊他瞎子，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。抱歉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你还会嫁给他吗？嫁，之前我不嫁给他，也不是因为他眼睛受伤，而是因为他和周锦轩是兄弟，嫁过去别扭。但是我了解过后，发现他人很不错，是个很有担当的男人，嫁给他是他亏了。你能这样想真好，我真怕你想不开。我经历过一次，也都想开了，肯定不会再拿自己的人生开玩笑。那就好。
希望我们以后都好好的。所以相亲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想想。好，我一定好好考虑的。对了，你能帮我留意一下院子吗？你要搬出来住吗？我做生意肯定要搬出来住。你后妈对你很好啊，连我妈都说世上没几个后妈能做到像你后妈那样，把那么好的工作让给你，还经常去车站给你送饭。许清心里冷笑，方兰心这些年装的还真好。主要是在家里地方小倒腾不开。好，我再帮你问问。又聊了一会，许清看时间也不早，便和秦雪梅道别，然后回家去了。青青，我们和好吧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许清看着许如月一脸殷勤的样子，就知道她和李大勇已经商量好了。许清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就像亲姐妹一样啊，你别跟我生气了行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想干嘛。好，我不生气了。真是太好了，那明天周六我请你去公园玩吧，到时候我们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去划船。可以。许如月见许清答应的痛快，心里反而泛起了嘀咕。你真的会去吗？许如月，是你主动说要和好，又说约我去划船，现在我说好了，你又问我是真的吗？怎么，你并不是真心和我和好，也不是真心想带我去划船？不是，我是真心的。那不就成了？许清说完就径直回卧室了，直到饭点时间才出来吃饭。怎么也不炒个菜，这饭怎么吃？家里哪有钱买菜？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不知道啊？有咸菜吃就不错了。这些年我的工资，我爸的工资可都是你在管，存的应该不止500块吧？怎么少了我这500块，全家都要饿死了？还是说你把钱都给了你娘家？什么？你是不是又给方坤钱了？没有你，他们是不是都要饿死？那是我娘家，我给点钱怎么了？就是家有万贯，也经不住你这么给吧？你们娘家一家7、8口人，都指望着你养着呢。许清，你想干什么？一旁的许如月生怕方兰心和许清再干起来，坏了他的计划，于是赶紧当起了和事佬。妈，你先消消气，你也知道青青最近心情不好。许志国，这么多年我在家里忙里忙外，没有一句怨言，那是我的亲娘老子，我帮他们一下怎么了？许志国，你自己摸着良心问问，我这么做错了吗？当初叶楠活着时候不以往。方兰心话说到一半，突然意识到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立马就闭嘴了。许志国狠狠瞪了方兰心一眼，然后摔门而去。2天后，许如月约许清去划船。青青，我们走吧，一会儿先去芳芳家一趟，喊上芳芳一起。随你。没一会，许如月便带着许清来到了芳芳家。青青，芳芳可能去帮他妈收早餐摊了，我们先去屋里等会。你们到底约好时间没有？再晚一会儿去划船，不得热死。芳芳很快就回来的，我们先等会。我还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糖果，怕你渴了，还泡了一杯橘子汁呢。你要是无聊就先吃点。许如月说着就剥了一个糖放到嘴里，还喝了一口橘子汁，真甜。你真不喝吗？不喝，你自己喝吧。难道不是在橘子汁里下药吗？就在许清疑惑之时，突然看见窗台花盆里插着一根香，烟雾淡淡袅袅。这香肯定有问题。许清见状，立马屏住呼吸，然后快步一跑，并顺手将许如月推了进去，随后利落的从外面关上门。许清，开门！你是不是想把我关在里面，再害我一次？这次就让你好好尝尝被人祸害的滋味。许清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快放我出去！许如月，你当初害我的时候，想过毁了我一辈子吗？我只不过是用你的办法还给你，怎么你就受不了呢？开门，给我开门！屋内的许如月还在绝望的挣扎，但身体已经逐渐不受自己控制。正这时，院外传来了脚步声。许清见状，立即躲到了一旁。果不其然，来人正是李大勇。什么情况？不是许清吧？怎么是许如月？李大勇一直都喜欢着许如月，见此情景，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今天我们约好12点去划船，如月他们估计也快来了，你们先在这里坐会儿。为什么约在你家？我们直接去如月他们小区等着就好。你们就先进屋等会儿，他们要是不来，我们再……屋里什么声音？芳芳二话不说就打了门，但还未等看清屋内的情况，就立马尖叫了起来。许清，你们在干嘛？芳芳不好意思看向屋里，但已断定屋里肯定是许清和李大勇。而一旁的周静南面露难色，紧紧握着狗绳。哎呀，许清，你们赶紧穿衣服！你们怎么可以在我家里乱搞？实在太过分了！要是让我妈知道，非把我的腿打断不可。你在找我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那屋内的事……芳芳说完，便看向屋内。你们怎么是你们？此时的周景轩也发现了屋内的许如月。如月，你……许清，你竟敢坑我！我怎么会坑你？这里是你带我来的，划船也是你约我来的。再说，你不是说芳芳去帮她妈妈收摊，怎么会带着周景轩和周静南过来？此时的周景轩已经彻底反应了过来，脸色黑沉。景轩，我是被陷害的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你不是特意让芳芳等在胡同口，然后带我们来这里？你说你是被陷害的，那你说，其实你想让我们来看什么？许如月红着眼，一时间不知如何反驳。许清，你满意了吧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？是我害的你吗？如月，回头我一定娶你的。谁要你娶了？如月。许清，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不管怎么说，如月都是你姐姐。你
你是心疼他吗？那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娶她好了。你这样毁了他的清白，让他以后怎么做人？他要陷害你不也没成功？你完全可以阻止这一切事情的发生。周锦轩，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。我也告诉你一句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你要是真那么大度，现在就应该追上去哄许如月。周景轩还想开口，但直接被周静南打断了。你很闲吗？还是想想回家怎么交代吧。周景轩见周静南这样说，便只好气呼呼地走了。你回家会不会有麻烦？要不先去我那边住几天？没事，我要是不回去，他们还不定说什么呢。要不你把大黄带回去？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吃亏的。那我送你回去也好。另一边，许如月已经哭着回到家，后面还跟着李大勇。如月，这是怎么了？神，我做了不是人的事，但我一定会娶如月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两个？妈，我以后可怎么办啊？什么？你们真的？方兰心惊地瞪圆眼睛，随后朝着李大勇打了过去。一个不要脸的流氓，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！你想娶如月，你配吗？呸！你也不撒泡尿照告自己是什么东西，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？神，我会娶如月的。滚！给我滚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就在方兰心打骂着李大勇的时候，许清和周静南正好回到了家。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还是我回来的不是时候？方兰心生怕周静南也知道了此事，于是便挤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说道：静南，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。那俩孩子从小一起长大，现在都这么大了还闹矛盾，跟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。方兰心边说边使劲瞪着李大勇，示意他先走，而李大勇也识趣，立马就溜了。是有些太胡闹了。我刚还跟锦轩说，他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什么？你是说你和锦轩刚才看见如月了？我眼睛看不见，倒是听到一些。这中间肯定是误会。我们如月现在好歹是大学生，怎么会跟那些混混在一起？方兰心说着，又看向许清。许清，那些朋友不是跟你关系很好吗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李大勇什么时候跟我关系好了？当年如月下乡时，李大勇可是没少寄东西，粮票、肉票，还有腊肉什么的。那都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，没什么关系。一旁的周静南对方兰心牵强的解释一点兴趣都没有，礼貌的点头打断。我是来跟你们说一声，我想带许清去吃饭，顺便买2件夏天的衣服。好的好的，那你们去，晚上早点回来，路上注意安全。那就不打扰了，我们先。周静南话还没说完，许如月突然从屋内冲了出来。许清，你现在得意了，你也不怕我把你以前的烂事说出去？许清，你不要忘了你的丑事不是一件。我还在乡下时，有次回来看病，就看到屋内。一旁方兰心见状，便直接打断许如月说话。如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给我回屋去！我为什么不能说？他能做出来那种丑事，我为什么不能说？而且他被人糟蹋，那也是怪他自己，长得就不是安分守己的样子。许清此时也有些诧异，因为他压根不知道许如月说的丑事指的是什么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许如月，那你倒是说说我当年还有什么丑事？你下乡是7、8年春天，那会儿我天天忙着上班，还真不知道我做过什么丑事。就是。许如月刚一开口，又被方兰心打断了。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给我滚回屋里去！许如月不明白方兰心为何一直打断他，但也只能闭嘴恨恨地瞪着许清。呵呵，晋南，你们不是去吃饭吗？赶紧去吧。结婚申请我已经交上去，很快就有人下来进行调查。你们所说的最好有真凭实据，否则后果不是批评教育那么简单。周静南语气虽然很淡，但许清却能听出里面带着威胁，心里满是感动。周大哥，我们走吧。妈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？我那次回来时，他跟一个男的在家里鬼混。你看见那个男人是谁了吗？还是你抓到2个人现行了？你说出来他不承认，最后让周晋南怎么看你？现在重要的是你和锦轩的婚事不能黄。我现在这样，锦轩肯定不要我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周锦轩娶你的。周大哥，让你看笑话了。他们对你一直这样吗？其实以前我不懂，现在我才知道，他对我并不是真心的好。他把售票员的工作给我，院里的人都夸他好，把这么好的工作给继女，让亲生女儿下乡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城里考大学的名额有限，而只要下乡1年，就可以拿到考大学的指标。你想上大学？想啊，我上学时成绩还不错呢。就算结婚，你也可以考大学。我让人给你找些复习资料。不用，你也知道我刚辞了工作，现在准备先租房子，然后做点小生意，等生意稳定了再学习。你准备在哪租房子？做什么生意？就在车站那一片，那边离火车站和客运站都很近，到时候我做点卤味去火车站卖，像卤肉、卤鸡爪、卤蛋和卤豆腐。周静南从许清轻快上扬的语调里听出他对未来充满希望，还有发自内心的轻松快乐。周大哥，你以前在哪里工作呀？边南。那你是不是上过前线？你的眼睛是在前线受伤的吗？不是。你的眼睛肯定会好的。如果这辈子都好不了，你会介意吗？不会，周大哥，我能看看你的眼睛吗？看不见有什么好看的？那等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，你再让我看。你。许清见周静南被自己逗得耳根微微泛红，不由无声地笑了一下。周大哥，我们走吧，先去买衣服。
等逛完商场后，在许沁的坚持下，周静南被送回到了家门口。周大哥，你已经出来大半天了，要回去好好休息。我也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院子出租。我让高湛也帮你找找，他认识的人多。不用，这件事又不麻烦，就不用麻烦别人。而且我也想多看看，多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。那你要小心点。对了，周大哥，我就不进去拜访伯父和爷爷了，等以后我买了礼物再来看他们。好，那你路上小心点。周大哥再见，等我有时间再来看你。哥，你真的决定要娶许沁吗？我这几天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可是他竟然能下得去狠手对自己的姐姐，方阿姨还对他那么好，他就那么毁了一个姑娘的清白。你已经20岁了，不是2岁，你清楚的知道，如果许沁不反抗的后果，他只是用同样的方式还给欺负他的人，有什么错？你不觉得他这样做很过分吗？他既然知道别人要害他，可以去报警，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的手段？人为了自保，没有什么不可以，倒是你好好想想。另一边，许沁送周静南回家后，紧接着就来到了火车站，并找到车站的后勤主任孙茂华。什么？你要租摊位？你家大人支持吗？我能做我自己的主，如果主任不信，我可以先签合同。火车站主任见许沁年纪轻轻，也不太信他的样子，于是就推辞道：这样吧，你明天上午9点过来，到时候站长也在，我们一起再讨论讨论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孙主任了，明天早上9点我再过来。许沁两世为人，也明白这其中的缘由，于是也不过多逗留。可这才刚从车站中出来，一不留神就撞到了一个人身上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许沁刚说完对不起，便发现眼前的两人正是樊杰和陆星梅。樊杰是前世原本周家看上的儿媳妇。你是不是瞎啊？大白天都能撞到人。许沁看着身旁替樊杰说话的陆星梅，直接回怼道：我不瞎，可是我也没透视眼，我怎么知道门帘子后面突然就闯过来个人？要说撞，你们也撞我了，而且我刚才也道歉了，你们有必要这么不依不饶的？算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别这么咄咄逼人。既然没什么大事，就不要叫个不停。许沁说完，转身就离开了，气得陆星梅直跺脚。樊姐，你就是脾气太好了，要不然周大哥也不能被一个烂女人抢走。算了，他都要跟别人订婚了，还提这些干什么？为什么不提？回头我要是看见那个烂女人，一定撕烂她的脸，看她还怎么勾引别人的男朋友。樊姐也想不通，这些年她和周静南都保持着书信联系，虽然书信中是以同志之间的客套礼貌问候，也没有挑明那层关系，但她以为等周静南回来，他们的关系便会水到渠成。谁曾想周静南受伤回来没多久就跟别人订婚了。算了，走吧。哼，等咱们这次演出结束，就回来找周大哥问个清楚。反正这口气不能就这么咽下去。许沁从车站中出来后就直接回家了，可这才刚到家附近就碰到了认识的人。青青，这是下班刚回来呀？此人名叫马雪兰，是整个小区道八卦的好手，外号大喇叭。青青，听说你家最近总是在吵架，因为啥？是不是你又不听话，惹你妈生气？虽然我也做了些惹家里人生气的事情，可这次还真不是我。那是谁？总不能是如月吧？整个厂区谁不知道如月是个好姑娘，听话懂事又聪明，现在还是个大学生呢，怎么会惹你爸妈生气？哎呀，这是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你们可以去问芳芳，就是外面卖炸油条家的闺女，她和如月关系好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许沁说完还做出一脸难为情的模样，然后匆忙往家里走，因为许沁知道马雪兰一定会去找芳芳妈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然后大肆宣扬。哼，你今天都做了什么好事？我做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故意害如月的？你问清楚事情的经过了吗？你问问许如月，明明说带我去划船，为什么要去芳芳家？你再问问许如月，房间里为什么会有那种香？还有李大勇为什么会出现的那么及时？而芳芳还会带着周锦轩和周静南一起去。许志国愣了一下，看向方兰心，是这样吗？你是怀疑如月撒谎吗？你觉得如月会用自己的清白开玩笑吗？呵呵，那你的意思是我先布好局，然后许如月自己傻傻的送上门吗？我没那个意思，现在如月毁了，你满意了？没等许沁反驳，许如月突然从房间里出来，手里还拿着把水果刀放在自己脖子上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，你们不觉得丢人，我还觉得丢人。既然你这么恨我，那我去死好了。好呀，你死吧。许如月瞬间愣住，她原本以为用自杀可以唬得住许沁，再趁机让她去跟周静南退婚，谁曾想许沁居然不按套路出牌。如月，你干什么？你出事了让妈怎么办？你这是要剜妈的心啊！妈，我以后可怎么活啊？我该怎么办啊？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？你跟我说，不闹了行不行？你是真打算把这个家闹散了才甘心吗？是我在闹吗？还是你真的眼瞎什么都看不见？既然你们觉得都是我闹的，那我走好了。许沁说完就走进了房间，没一会就拉着早已准备好的行李往外走去。许沁，你今天要是踏出这个门，以后永远不要回来。哼，放心吧，我永远不会回来的。秦京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谁给他说什么了？不可能，当年的事情并没有人知道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
因为还没租到合适的院子，所以许清从家里出来后就直接来到城郊，找到了自己的奶奶冯淑华。冯淑华以前是地主家的千金大小姐，在那个动乱的10年，许志国为了自保，不仅和母亲冯淑华断绝关系，还亲自带头造反，抄了自己的家，还抓了冯淑华去游街。奶奶，我来看你了。青青怎么来了？吃饭没有？我去给你热个馒头。奶奶，我想来跟你住2天，可以吗？好啊，正好明天咱们这里赶大集，到时候你可以去瞧瞧热闹。奶奶，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来你这住吗？你能主动来，那肯定是遇到了难事，你想说肯定会跟我说，你要不想说，我问了倒显得我这个老婆子讨人厌了。奶奶，我要结婚了。那你想嫁给他吗？奶奶，怎么感觉你好像知道我要嫁给谁？我是知道，不过我答应他，你不问我不说的。奶奶，你还真知道是谁啊？他来找过我，虽然眼睛看不见了，但为人正直细心，是个可以托付的良人。什么？许清有些想不通，周晋南为什么会来找冯淑华？因为在前世他也没听过这事。他为什么要来找你？我怎么不知道呀？奶奶，他都跟你说了什么？看你急的，他来跟我说娶你就会对你一辈子好，还让我带他去你母亲坟前磕了3个头。许清一听，胸口突然像有东西哽住，呼吸都有些困难。是个年轻人陪他来的，他说你不愿意嫁给他，但他是真心想娶你，还说只要他在就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，并会一辈子护你周全。听到冯淑华这么说，许清突然感觉他和周晋南之间像是笼着一层浓浓的大雾，让他看不清更看不懂。饿不饿？我去给你热个馒头，再煮个荷包蛋。不等许清反应过来，冯淑华就走去了厨房。奶奶，我辞掉了售票员的工作，打算做点小生意，而且我准备从家里搬出去，在外面租房子，一直住到11结婚。怎么好好的想做生意了？虽然现在政策宽松了，谁知道有一天会不会？不会的，以后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，到时候我买很大很大的房子，接奶奶过去跟我一起住。你呀，这张嘴就会哄奶奶开心。我要是不哄你开心，你也不能让我进门啊。就这样，许清和奶奶欢快地聊着天，可聊着聊着，冯淑华却突然伸出手，准确地捏住许清的手腕。奶奶，怎么了？不要说话。片刻后，冯淑华手抽了回去，悠悠叹了口气。青青，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没有啊，我能吃能喝，还挺有力气呢。你身子受损严重，以后很难有孩子。什么？可是我感觉没啥太大问题啊。你这是娘胎里带来了，不过有奶奶在，别怕。没一会，冯淑华就从柜子里拿出来了一个布包，一打开，上面别着一排排金针。奶奶，你还会针灸呀？把手伸过来。许清一伸出手，冯淑华就捏了捏许清虎口位置，然后精准的扎了几针。好了，有奶奶在，保准我们青青能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。奶奶，你竟然取笑我！不过奶奶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会针灸呀？这是救命的工具，也是夺命的钢刀。虽然特别好奇，但许清知道冯淑华藏巧是为了自保，所以也就没再深问。奶奶，周晋南的眼睛能治好吗？听说他是因为有血块压迫了视觉神经才会失明。他不是。什么不是？我说周晋南的眼睛不是因为脑袋里有血块压迫神经而失明。如果真是那样，省城医院做不了的手术，他可以去京市医院。那还有什么原因？我只见过他一次，也不是很清楚。等有机会再见，我再好好看看。找机会我再带他过来看看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先睡觉，有啥事明天起来再说。好。当天晚上，许清睡得很踏实，可第二天才刚起床，便有不速之客来了。许清，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把车站的工作辞了？我的工作当然是我想辞就辞了，还用跟谁商量？那是我让给你工作，你辞掉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我？还有，我方兰心到底哪儿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坑我？我不想干了，当然要辞掉，而且是我的工作，我为什么不能做主？许清，你怎么那么没良心？当初如果不是我姐把工作给你，你现在连零工都找不到，说不定还在乡下当知青。他为什么把工作给我？你们心里不清楚吗？按说当时我年龄不够，没有接他班的资格，而许如月可以。如果许如月接了他的班，那下乡的人就是我，上大学的人就是我。你方兰心为了让许如月上大学，改大我的年龄，硬要我去接了你的班。你胡说，你就是恩将仇报，你是嫉妒如月上大学是不是？你别忘了，你成绩也不如如月。我的成绩为什么不好？我现在才想明白，每次考试我不是拉肚子就是发烧，你们还说我学习不好，害怕考试，其实恐怕是你动了手脚。你心机真是深沉，也难为你装了这么多年的贤惠人心。一旁的许志国听到许清这样说，直接冲过去，一巴掌重重的扇在许清的脸上。许清原本可以躲得开，但是他硬生生的接住了这一巴掌，然后直狠狠地盯着许志国。你瞪我干什么？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，你就这么跟我们作对？这一巴掌就当还你养我的恩情，但从今以后，每一个欠我的，我都会一一讨回来。你们再敢欺我半分，我就能毁你们一生。许志国和方兰心都被许清的话吓愣住了。
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他这么没有教养，你还不收拾他？你现在真是无法无天，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也敢说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许志国，你有什么资格骂他不孝？当年你对自己母亲做的事情，比这可是很千倍。你想过什么是孝吗？许志国一听到冯淑华这样说，顿时萎了。我不管你们的事情，但是不要在我这里闹，现在都给我滚！妈，当初那种环境下，如果我不那么做，我们一家人都要被剃头去牛棚，我也是。滚！我没你这个儿子，你也不用喊我妈。看到气势汹汹的冯淑华，许志国等人只好转身离去。可这才刚走到门口，就发现不知何时已经过来的周静南。周大哥，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？疼吗？还好，没事。你应该躲开，下次别犯傻。放心，肯定不会有下次。对了，周大哥，你吃早饭了吗？你带着小周同志去外面吃吧，今天赶大集，有很多好吃的。奶奶，你也没吃呢，我出去买回来一起吃。那也行，有钱吗？没有的话，我给你拿点。我有的，周大哥，那你和奶奶先坐着，我去买早饭，很快回来。看青青的模样，是愿意嫁给你的。我也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以后日子肯定能过好。谢谢奶奶。你和青青结婚，为什么会来找我？我调查过青青的亲人，知道你是她最重要的人，所以我想得到你们的认可。我可以看看你的眼睛吗？可能有些吓人。孩子，你明明知道我的身份，却又因为我是青青的奶奶不肯开口。你是怕别人会误会，你是因为要治眼睛，所以才要靠近青青娶青青的吧？对不起，我确实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那你是因为我的身份而娶青青吗？不是。那不就行了？先让我看看你的眼睛，我还是希望你的眼睛好好的，这样才能给青青带来幸福。周静南依旧犹豫了一会儿，才伸手解开蒙在眼前的白纱布。周静南原本该黑白分明的眸子，这会儿却蒙着一层血块，带着几分骇人。好了，你先戴好纱布，把左手给我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身份的？第一次来时我眼睛还能看见，原本是来求医，后来在你房间里看见许清的照片，所以才临时改了主意。当时怎么受伤的？那次来之后多久看不见的？我们单位接了一项秘密任务，在滇南执行任务时，为了保护一些珍贵资料中了对方冷枪，1个月后莫名其妙就看不见了。除了眼睛看不见，还有其他症状吗？偶尔会有控制不住的欲望，不过现在我也能挺过来。目前来看可能有些麻烦，你要多等一段时间。没关系，我现在也在努力学习一些盲文，如果以后不能再回原来的单位工作，我也能好好照顾许清的。你有心就好，青青这个孩子单纯一根筋，谁对他好，他就恨不得掏心掏肺的对对方好，这样的性格容易吃亏。你带他几岁，以后要多帮帮他。奶奶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人欺负他的。冯淑华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此时许清正好买完早餐回来了。青青回来了，我去拿碗筷出来吃饭。许志国，你说是我哪儿对不起许清吗？他那么对我。好了，先回去再说吧。你刚才为什么不吱声？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？还有你吗？他有什么资格喊你滚？还有如月，现在满院子都在传他的闲话，肯定是许清传出去的。以后还让如月怎么做人？够了，如月要是不想着害人，能让许清反过来害他吗？你们不招惹他，现在能变成这样吗？许志国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叫我招惹他？许志国见方兰心骂个不停，索性直接快步走开了。呸！许志国这个窝囊废呀，我看还不如你以前那个男人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吃完早餐后，许清和周静南便来到集市上买东西。可这才刚到集市，周静南却突然发病了。周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要赶紧回家，家里有药。好。许清刚把周静南送到家，周静南就立即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。青青，静南不舒服的时候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他这是怎么了？需不需要去医院？医院也没办法，只能靠他自己硬忍过来。应该是血块压迫神经造成的神经性头疼。一直都这样吗？可是周大哥看起来很痛苦。一直都这样。我们先去客厅坐会儿，等会儿应该就没事了。锦轩，你去喊高大哥过来一趟。好的爸。晋南的情况现在已经好多了，以前是几乎每天都会这样，后来1周1次，最近已经很久没犯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好。以后和晋南结婚就辛苦你了。伯父放心，我肯定会照顾好他的。就在许清和周成文聊天时，高湛也到。伯父，晋南怎么样了？他自己在房间里。好，我进去看看。等高湛来到房间时，周静南已经稍微好了一些。这次怎么样？还好，这次没那么痛苦。我看许清也在外面，你们是一起从槐树胡同回来的吗？是。那你怎么不找冯奶奶？她肯定能解你身上的毒。我不想让许清看见那一幕，以后再说吧。其实你应该赶紧和许清结婚，成了夫妻后，你们住在一起，做任何事情的都水到渠成，你也不用忍受这些痛苦。它不是解药。我就想不通了，让你找冯奶奶看病，你不乐意；让你跟许清早点结婚，你也不乐意。你天天想的可真复杂。许清不知道真相前，我是不会碰她的，不然有一天知道真相后，她会更恨我的。说不定那时候都有孩子了，我更不能用孩子拴住她。行吧，说不过你。
周大哥怎么还没好？有高湛在，肯定没问题。青青要不去客厅坐会，正好晋南的爷爷奶奶也在。这次太匆忙，我什么都没准备，等下次我带了礼物再来拜访爷爷奶奶。也好，那就等下次。我一会儿学校还有事，你看。许清知道周成文这是在下逐客令，毕竟现在周晋南和高湛在房间不方便见他，而周成文离开后，屋里就剩下他和周景轩，他也不想继续待下去。我也走了，我奶奶还在家等我呢。那就一起走吧。许清刚从周家中出来，就瞧见方兰心正在购买东西。奇怪，方兰心怎么会在这？而且还是在买烟酒这类贵重的东西。就在许清疑惑之时，方兰心已经购买完毕，然后快步的朝东边走去。直觉告诉许清，方兰心要做的事肯定与自己有关，于是就悄悄的跟了上去。5分钟后，方兰心走进了省城大学的专家宿舍楼，里面住着的一些科学家和老干部。方兰心怎么会认识这里面的人？许清不敢贸然跟着上楼，怕会打草惊蛇，于是便找个了不起眼的角落蹲着，而旁边正好有个卖东西的大娘。姑娘，你在这里等人啊？等人。我在这里2年了，夏天卖冰棍，冬天卖糖葫芦，春天和秋天卖汽水和糖冰，就那专家楼里的人，我可都认识。许清见大娘这么说，心里突然有了主意。大娘，给我来根冰棍。好嘞。对了，大娘，你说这里的人你都认识？那是当然，连有些人家里几口做什么的都知道。你先说说你要找谁？许清故意摆出一脸很难启齿的样子。没事，我肯定不往外说你要找谁。我爸人老实，我妈年轻漂亮些，所以……大娘一听，立马脑补出了一场男人窝囊废，女人在外招蜂引蝶的大戏。你是说你妈在外面找人了，找的还是对面楼上的？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，刚才跟着他过来，看着他进了楼，可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或者他是来找人办事的。大娘哼了一声，嘴上却说着：“对，可能是来找人办事呢。”正这时，方兰心从宿舍楼中走了出来，还四处看了看，确认安全，才快步离去。大娘，刚出来那个就是我妈，我能拜托你帮我注意一下，她要是再来，或者来了后会跟什么人一起出来吗？那个人就是你妈妈，我看你和你妈长得也不像啊，你妈可没你长得好看。这是我继母，我妈刚生下我没多久就没了。大娘一听，瞬间又脑补一场大戏，一副两难的模样。这都说半路夫妻成不了，你放心，我在这儿天天盯着呢。那就麻烦大娘您了，我爸特老实一个人，真心想跟我这个后妈过日子，要是能知道对方是谁，回头我好好求求那个男的成全我爸。你也是个实诚孩子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许清又给大娘戴了几顶高帽子，然后又买了2根冰棍，才匆匆的回家。奶奶，快，冰棍要化完了。天热了，冰棍可不化了吗？你这孩子净瞎花钱。奶奶，快尝一口，看看甜不甜。冯淑华接过冰棍，尝了一口，真甜啊。对了，晋南那孩子呢？奶奶，周大哥刚又发病了。什么？随后，许清把周晋南发病的过程细说了一遍。当时的样子真的太可怕了，怎么看都不像是神经性头疼呢。你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把他带回来？他说家里有药，我就想着赶紧送他回去。奶奶，你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吗？还不能确定，如果看到他发病的样子，或许能找到病灶。那回头再问问他发病的症状。青青，你跟着我学医吧。学医？奶奶，我怕我学不会，而且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，我要赶紧谋生。不耽误的，你跟我学的是苗医，多是一些医学大家看不上的东西，也不浪费什么时间。白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晚上跟我学就行。苗医只是苗医的一个旁支，学起来很容易。那好呀，我跟你学。冯淑华见许清直接答应了下来，也倍感欣慰。奶奶，回头我在车站做点小生意，就在那边租房子住，到时候你能不能跟我搬过去一起住？这里是你爷爷留下的院子，不能卖。我们不卖，只是想让你跟我过去住，有空了我们就回来收拾打扫一下，反正离得也不远。好，听你的。午饭后，许清本想把大黄给周晋南送过去，并顺便看望一下周晋南，可任由许清如何叫唤，大黄都不理许清。大黄，这可是鸡蛋，你吃不吃？大黄看着眼前的鸡蛋，闻都没闻。真不吃吗？可香了。青青，下午还出门吗？不出门。那你跟我进屋来。一进屋内，许清就瞧见冯淑华拿出了个木盒子。过来。冯淑华说着，缓缓打开木盒子。奶奶，这是？这些都是已经死了的虫子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许清自认胆子不小，可是当看见黑盒子里面那些从没见过的各种爬虫时，还是被吓了一跳。不行，奶奶，这些虫子长得实在太丑，太膈应人了。冯淑华不顾许清的害怕，从盒子里拿出一只黑色的爬虫。你从今天起把这个虫子装在身上，什么时候不恶心了再换一个。什么？奶奶，跟你学医不会要先做这个吧？对。奶奶，
你这不会是在养蛊吧？差不多，有些养蛊是为了害人，而我们是为了救人。不要用带色的眼光看，只是用了以毒解毒的方法，过程看着可怕和不可思议，结果是好的就好。许清知道苗医藏药很神奇，也一直知道养蛊的传闻，却没想到冯淑华竟然会。别怕，习惯就好了。这些小家伙比人要忠实可爱。看着眼前的爬虫，许清心里一阵恶心，不过犹豫了一会儿后，还是开口道：好，我肯定能做到。再给我一个，我没事。冯淑华闻言，又拿出一只放在了许清的手上。这个长得像天牛，毒性却很强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死了后毒性也就没了。许清硬着头皮看着掌心里的2个虫子，忽略掉手心传来的怪异触感，然后顺手装进了口袋里。不错，胆子倒是比你爷爷那会儿大多了，小心别压碎了。我肯定会小心的。然后呢，奶奶，接下来还学什么？这本书你没事先看看，对应着找找身上的穴位图，等看完一遍后，我再来给你讲，你就能听明白了。好。另一边，周静南的情况也好转了不少。你这一觉睡了3个小时，倒是挺不错。你有没有去把大黄带回来？大黄除了你可不认别人，我去他也不会跟我走。对了，你家来客人了？谁？你们隔壁专家楼的丁专家。我刚看你爸迎他进屋时还是非常客气。走吧，去接大黄。行，我开车来的，我送你去。周教授，我此次前来也是受人之托，锦轩和如月这2个孩子如此般配，应当早点成婚呀。此人正是高湛口中的丁专家，名叫丁昌文，是搞桥梁的专家，不过作风不好，风流成性。丁专家，放心吧，快了，这不正巧赶上晋南的婚事，所以才慢了些。此时的周成文并不知道许如月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一旁的周景轩却知道。哼，许如月发生了这样的事，竟然还想让我跟她结婚，门都没有。你身上还有钱吗？我想买个院子。买院子干嘛？再说了，你存那么多钱，钱都去哪儿了？我有用。你借钱还跟个大爷一样，你不说我1分钱都不借给你。许清把工作辞掉，想自己做生意，看着火车站附近不错。他不是售票员吗？好好的工作为什么要辞掉？做生意能有什么出息？你竟然还跟着他瞎折腾，从来没见你对谁这么上心过。你不会喜欢许清吧？你到底借不借？不借我找陈江借去。借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经斗呢？不过我也没太多，你到时候也悠着点。没一会，周静南和高湛就来到了冯淑华这里。奶奶是来找青青吗？青青她说租摊位要用到户口本，所以回许家那边拿了，要不你们在家等等。不要奶奶，我们直接去那边找他吧。也行，谢谢奶奶。另一边，当许清回到许家时，李大勇的母亲秦桂芝和二姑李凤也在。许清回来了呀，瞅瞅这姑娘越来越好看了啊！许清客气地冲秦桂芝点头，而一旁的李凤只是瞟了一眼许清，又跟方兰心继续刚才的话题。我家大勇现在没工作，可是迟早会顶他爸的班去肉联厂工作。你可别看不起肉联厂的工作，你就说这些年谁家的日子有他家好过？既然那样，我们也不高攀，你们回去吧。哎，我说方兰心，你怎么好赖不听呢？不说别的，就如月现在一个残花败柳，我家大勇不嫌弃也就不错了。你说什么？呵呵，别生气，你也知道大勇二姑一向不会说话，大勇和如月的事情，大勇回去跟我说了，我觉得咱们2家还是好好说说，说不定如月肚子里都有了我李家的孩子，趁着现在日子不险，赶紧把亲事定下来。一旁的许清算是听明白了，李家这是来提亲的。拿上你的东西滚！我家如月就算一辈子不嫁，也不会嫁你家。秦桂芝见方兰心不给面子，瞬间也有些恼了。方兰心，我们可是给了你面子，现在谁不知道你家如月和我家大勇睡了？你胡说什么？你以后别求着我们大勇娶。哼，我们走，还真拿自家当公主了，没结婚就让人睡，呸！一看就是不要脸的。你说谁不要脸呢？看我今天不撕了你！够了，还不嫌丢人？够什么够？你算什么男人？人都欺负到门上了，你还忍着？许志国也是一肚子火，这时也想起了一旁许清。你回来干什么？把户口本给我，我要用。你要户口本干什么？许清，你不要以为有你奶奶撑腰，你就敢无法无天。把户口本给我，至于其他以后再说。许清，你是不是真以为我不敢动手打你？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就在许志国扬手又要扇许清之时，周静南也到了。许叔，你敢动手试试？许志国见来人是周静南，有些尴尬的愣在原地。静南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呵呵，让你见笑了。青青这孩子实在是太犟了，气得我没忍住想动手。他很好，最近家里糟心事太多，让你们见笑了。静南，赶紧坐。不用了，许叔，麻烦你把户口本拿给许清，我们准备先去登记结婚。什么？不是10月才结婚吗？可以先领结婚证，10月再举行婚礼。你也知道我眼睛不好，和许清出门时容易被人误会，有了结婚证也好堵住那些人的嘴。一旁的方兰心慌了，如果周静南和许清领了结婚证，那就再也没办法阻止许清嫁进周家。静南，你再考虑考虑，你们俩应该多接触接触，毕竟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能草率。当初你嫁给我爸的时候，据说认识不到半个月，这不也过了10多年？许叔是想反悔这门亲事吗？没有，我这就去给你拿户口本，领了结婚证就赶紧送回来。许叔，没事我们就走了。还有，以后对许清多客气一些。呵呵，好的，走吧。
大黄还在下面等着呢。你就这样让他走了？周静南都来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只是许晴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会不会是他知道了叶楠是怎么死的？不会，不可能。难道许晴知道她不是你女儿了？闭嘴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跟我吼什么？有几个男人像你这么窝囊废？许晴分明就是叶楠跟野男人生下的，也就你还拿她当个宝贝。你要是不想惹麻烦，就好好管住你的嘴。许志国，你这个窝囊废，你个混蛋！方兰心在家打杂东西的声音被楼下的吃瓜群众听得一清二楚。许家这几天到底是怎么了？咋天天闹腾呢？听说都是许晴闹的。才不是呢，这次和许晴还没什么关系，他们就是往许晴身上扯好转移视线。其实是因为街上那个混混李大勇睡了许如月。什么？这事是真的吗？我们也听说了，但都不敢相信啦。这许晴才出事没多久呀，许如月也出事，就是不知道许如月是不是愿意的。当然是他自愿的。就在卖炸油条的老六家，老六媳妇还说，两人干那事就是在他闺女芳芳的屋子里，床单上弄得脏兮兮的。这么刺激吗？看来外面说的都是真的呀。还有更刺激的呢，两人干那事还被许如月的对象抓了个现行呢。周大哥，谢谢你过来帮我解围。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先领结婚证吧。许晴一时没明白周静南的意思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再自己回去。你行吧，你是个重色轻友的家伙。我刚才说领结婚证并不是说骗你父亲的说辞，而是我觉得我们领了结婚证后对你也方便很多。我怕你以后会后悔。不会，领了结婚证后也不用住在一起，你在外用已婚的身份做事情也会方便一些。许晴愣了一下，没过脑子的问道：为什么不住一起？而周静南也被许晴问愣住了，他是担心许晴不愿意跟自己住，所以才说领结婚证后不用住一起的。嘿嘿，不过我可能不会去你家住，到时候我要是租好院子，你愿意搬过来也行。好，那我现在送你回去吧。不急，咱们先去吃饭吧。好呀，我带你去吃一家好吃的饭店。当许晴带着周静南来到饭店门前时，却碰见了许如月和孙丽琴。在前世的时候，孙丽琴可没少使手段陷害许晴。怎么了？没事，看见许如月和我一个邻居在一起。许如月和孙丽琴也看见了许晴和周静南。许如月正幽怨愤怒地瞪着许晴。如月，你不要这样，要是别人看见还说你的不是。呵呵，我不会跟他去生气的，怎么说她也是我妹妹，我过去跟她聊几句。周大哥，你和青青逛街呢？周静南微微颔首，算是回答。青青，你猜我碰见谁了？我碰见我下乡时你谈的对象。面对莫须有的事，许晴只是淡淡的看着许如月不说话。7、8年夏天，我还下乡的时候，有一次不舒服回来看病，你和一个男人在房间干什么？我当时敲半天门你不开。许如月说的这事看起来不像说谎，可我当时确实不在家。等等，难道是？肯定是方兰心，不然上次方兰心也不会一直拦着不让他说。你说你生病回来见过我是吗？但你只要稍微一打听就能知道，我那些天在单位参加学习，根本就没时间回家，所以许晴故意说了一半就停了下来，而许如月也不傻，从许晴的眼神和话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脸色瞬间难看起来，然后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开。周大哥，走吧，咱们进去吃饭。周大哥，这家的羊肉汤里的粉条特别筋道，还很有味道，汤里有一些白胡椒，吃起来不辣还暖胃。周静南安静地坐着，听着许晴碎碎念念的声音。周大哥，你先用小碗吃，这样凉得快不烫。你以后不要叫我周大哥。为什么？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你还喊我周大哥太生疏，以后我喊你青青，你也别喊我周大哥了。许晴瞬间就脸红了。那我以后喊你静南哥吧。好。等吃完饭后，许晴把周静南送到家属院门口。明天早上9点，我们先去你们街道领结婚申请。好，明天我肯定会准时的。晚点也没关系，体检那边我会找人走关系，省去这个程序，直接领结婚证。好，静南哥，我都听你的。那回去路上注意点，我们明天见。好。等许晴快回到家时，便遇见了自己的好朋友秦雪。刚去你奶奶家，说你还没回来呢。你怎么找到这儿了？你是不是忘了我小姑和马雪兰是妯娌？马雪兰回家跟家里人说了，然后我小姑又去跟我家里说了。你着急找我有事吗？对，你不是要租院子吗？我这2天问了一下，临着街有个院子要租出去，1个月8块钱。好，那我明天下午去看看。我看了院子不大，就3间正房，1间偏房是厨房还有茶棚，厕所是公用厕所。我明天下午去找你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。我们可以上午去呀，还凉快一些。我明天上午要去领结婚证。什么？你真要跟周静南结婚啦？我小姑还说，马雪兰说你跟周静南肯定成不了呢。她知道的倒是挺多，不过可惜这次她说错了。许清，你真的要嫁给周静南吗？我要嫁给他，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。你既然这么坚定，那他肯定是个好人，值得你托付。另一边，周家却没了往日的平静和谐。
锦轩，下个月找个好日子，你和如月早点完婚吧。周成文此话一出，在场的人都很惊讶。怎么突然就结婚了呢？说话的是周静南和周景轩的妈妈苏慧茹。都订婚了，结婚不是早晚的事，现在把结婚提前也没什么。你们要是结婚了，如月就可以住到家里，你们一起上学也挺好。爸，我不想跟许如月结婚。你觉得谈恋爱是儿戏吗？你难不成想耍流氓？都已经订婚了，为什么不结婚？周景轩闷着头不说话，因为他实在说不出口许如月的事。你们迟早都要结婚，还是说你想悔婚了？好了好了，锦轩不想结婚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再说了，他们还在上学，也不用着急。你若说不出为什么，下个月就得把婚事办了。周景轩还想开口，周静南就牵着大黄走了进来。静南吃饭没？我去给你盛饭。苏慧茹还想过去扶周静南，但是被周静南冷漠的避开。苏慧茹愣在原地，因为她也不清楚为什么周静南从10年前开始就对自己十分冷漠。静南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要不你和青青商量一下，你们的婚期也提前，和锦轩如月同一天结婚。明天我会跟青青去领结婚证，婚期可以提前，但绝不能同一天。为什么？同时结婚还省得张罗。青青会不高兴。怎么突然就领结婚证了？那准备什么时候办婚礼？你总要跟家里人说一声，要不然来不及准备。对呀，你要提前跟家里说一声，要不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还要请人做席面写请帖的。不用，我自己会安排。一旁的周景轩也十分不解，周静南和许清为何会这么着急结婚？大哥，你真的不介意许清的以前吗？而且他还不喜欢你。不喜欢我难道喜欢你？你也知道我们之前是谈过对象。你有什么地方值得他喜欢？难道喜欢你朝三暮四，没责任没担当，还是喜欢你遇见事除了往后躲，一点分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？大哥，周老太太见气氛十分尴尬，赶紧打圆场。静南结婚是好事，到现在我还没见过那姑娘呢。明天领了结婚证，带回来让奶奶看看。好。饭后，周静南准备回房间，苏慧茹跟了过来。你来干什么？静南，这么多年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就算恨我怨我，也应该给我个原因。因为你让我感到恶心。什么？苏慧茹像被雷击了般站在原地，脑海里浮现出无数个不确定。不可能，当年的事，静南怎么会知道？第二天一早，许清早早就起来打扮了一番。我们青青真好看，谁娶了谁福气。奶奶就会取笑我。对了，奶奶，昨天晚上你点那根香是什么香？挺好闻，还一晚上睡得踏实。银骨香，名字是不是很可怕？但对身体有好处，你要慢慢适应，以后要学的东西很多。好，那奶奶，我去找周大哥了。好，去吧。静南哥、高大哥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东西都带了吗？都带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许清，你想好了吗？一旦领了证，就没有反悔的机会。我想清楚了，这一辈子只要你愿意，我肯定不会放手。那我们进去吧。祝贺你们！谢谢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能领到结婚证了，恭喜恭喜！以后我就要喊你嫂子了，我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喽。谢谢你帮了这么多忙，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我就不跟你们凑热闹了，中午你们两人先庆祝一下吧。好，那下次有机会再请你吃饭。静南哥，我们先去吃顿好的庆祝下，然后下午我要去看个院子，你是跟我一起去，还是我先送你回家？我下午跟你一起去。好，那我们去省城饭店吃饭吧，庆祝我们领证了，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要庆祝一下，这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好。等吃完饭后，许清就带着周静南去找秦雪梅。静南哥，我想先开个摊位，现在允许个体经济，但是到底什么情况还不知道。如果可以，我想成立一个食品厂，也可以和快倒闭的食品厂搞联营。你决定就好，我都支持你。以后我每个月的工资你去领出来用。暂时不用，我自己还有钱呢。对了，我爷爷奶奶想见见你，不过你要是不想去的话，就等以后再说。我想去啊，我只是在想要买什么礼物送给爷爷奶奶比较合适。什么都不用买，只要你去，他们就会很开心。还是要买的，我现在是孙媳妇，上门怎么能空着手呢？明天早上我买了礼物再过去好吗？好。你们来啦，我还想着去胡同口等你们呢。静南哥，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秦雪梅，就是她帮我找的院子。你好。你好。走吧，雪梅，我们赶紧去看看院子。好。没一会，许清等人就来到了所说的院子，而房主正好也在家。你们谁要租院子？丁奶奶，是我想租院子。丁奶奶上下打量了一番许清，你租院子干什么？我这院子可不能租给不三不四的人。我已经结婚了，就是想租院子做个小生意。做正经生意可以，但是不许找些乱七八糟的人留宿，还有房子不能弄乱弄脏。对了，这个院子里不能杀生。许清一听，顿时打消了租房子的念头，因为他做生意肯定会弄些鸡鸭回来自己杀的。那就算了，我们再去看看。哼，就知道你们不是诚心租院子的，1个月8块钱，你们出得起吗？呵呵，
出不起，你留着慢慢往外租吧。许昕说完，就准备拉着周静南准备离去。正这时，又走进来了一个人。周组长。周静南一听声音，就知道来人是丁昌文。丁教授好。没想到周组长还记得我，你们这是？昌文他们是谁？你们怎么会认识？我妻子准备租个院子做生意，现在不用了。你就是许清呀？是准备租房子做生意吗？是的。想做什么生意？还没想好，就是想先看看有合适的院子租下来，再决定做什么。那你就找对地方了。我们这里除了晚上有些吵，位置还是很不错的，挺适合做生意。我这院子里可不能杀生。妈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怎么还迷信呢？你不是要搬去和我住？这边院子你就不用管了，专家楼那边什么都有。那也不能随便租给什么人，破坏了我们家风水。丁昌文不理会丁老太，笑着跟许昕和周静南说道：你们要是租，可以给你们算便宜点，5块钱1个月。什么5块？5块我宁可不租。不行不行，要是5块，我这个院子就不租出去。那算了，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去别处干嘛呀？这里都是咱们自己的房子，你们想怎么用都行，房租要是没有，晚些日子给也行。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。周静南也听出许昕不想租这个院子，于是便开口道：那我们就走吧。丁昌文见许昕牵起周静南的手，忍不住问道：你们真的领了结婚证吗？对，我们今天上午刚领了结婚证。丁教授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呵呵，没了，提前祝你们新婚大喜，白头到老。静南哥，你还认识这丁教授呀？是你父亲的同事吗？不是，以前丁教授下乡的地方正好和我们单位挨着，共见时见过几次。许昕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丁奶奶是这么苛刻的一个人，以前就是知道她不跟邻居来往，没想到这么不好打交道。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租房子本来就要慢慢看，这家不行，我们再找下一家就是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等看见合适的房子再跟你说。好，一会儿我们在附近再打听打听。丁昌文应该跟你继母认识，丁昌文昨天还去家里找我父亲，提议让锦轩和许如月提前结婚。听到周静南这么说，许昕脑海里所有的疑问也瞬间被解开了。这么说来，方兰心之前去专家楼找的人肯定就是丁昌文，但是丁昌文为什么会帮方兰心呢？静南哥，那你知道丁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还有他是哪一年下乡的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就在许昕和周静南聊天之时，有个大婶凑了过来。你们是要租房子吗？是啊，我是想租房子。我家的院子也出租，就是不靠街面，不过价钱便宜，1个月4块就行。许昕看了眼大婶所指的方向，和刚刚看的院子也就一墙之隔。我家就我和我一个孙女住，还空着2间房子可以出租。我们不是多事的人，就是想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。行，那我们去看看。没一会，许昕就看完了大婶的院子，但有些遗憾的摇摇头。大婶，我们还是再看看。没事，你们再看看，要是没有合适的，再来我家呀。好的。这大婶的院子不合适吗？房子都快倒了，回头租了还要先修房子。要是买个院子呢？要是能买到院子更好，这边的院子看着不大，但是很有升值空间。国家放开市场经济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富人最喜欢干什么？买田买地呀，所以院子肯定会涨价。周静南也觉得许昕分析的有道理，所以心里默默算着能不能多借点钱回来，到时候给许昕直接买个院子。静南哥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好。等送周静南回家后，许昕便直接来到专家楼附近，找到上次那个卖冰棍的大娘。姑娘呀，你可总算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我都准备收摊了，就看见你那个后妈进了专家楼，然后我就等着，大概有1个小时，你后妈才出来，那头发都是乱的。许昕一听，装得一脸不能相信。不会是真的吧？我可是看得真的，你那后妈看着可不是个简单的人。再说了，女人30如狼，40如虎，你后妈在楼上待那么长时间，不能没事。那你看见有人送她出来吗？那倒是没有。大娘，你认识一个姓丁的教授吗？你说的是不是叫丁昌文的？你怀疑你妈的姘头是丁昌文？要是丁昌文，那你后妈可要吃大亏喽。为什么会吃亏？因为丁昌文的老婆可不是一般人，在这一片都是有名的厉害，泼辣又不讲理，长得5大3粗，跟个男人一样，嗓门也高。听说以前丁教授下放的时候，他老婆在家伺候公婆，倒是孝顺得很。是吗？还有这个丁昌文特别不是东西，经常到处乱勾搭，被他老婆抓住不知道多少次，有一次还把那女的剥光了，在大街上打。那我回去得跟我妈说一声，希望她和丁教授不要有来往，免得会惹祸上身。丁昌文的老婆最近回娘家了，所以等她回来的时候，你后妈可真要小心点。谢谢大娘，我知道了。不过这件事你一定不能说出去，跟任何人都不能说呀。哎呀，姑娘你放心，大娘是个嘴严实的人，肯定不会出去乱说。奶奶，这是我和周静南的结婚证，来给奶奶看看。冯淑华拿着结婚证看了又看，连连说道：好，我们青青以后就是别人的媳妇了。
奶奶，就算我结婚了，但我还是要和你住一起的。好，现在世道好了，你们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对了，奶奶，明天早上我要去周家，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？冯淑华一听，突然心酸了起来。许沁算是头一次正式去男方家，竟然也没个家长陪着。好，奶奶明天陪你一起去。第二天一早，许沁就和冯淑华来到了周家，只是没想到连周丽红也在，而周丽红还把樊姐也带了过来。要知道亲家奶奶也过来，我就让程文过去接你们了。周老太陈英说完，便仔细打量着许沁，真是个俊俏的姑娘，我们家竟然有福气了。谢谢奶奶。坐，都赶紧坐下来，再慢慢聊。既然青青和静南已经领了结婚证，中午就让青青给我们擀顿面条，看看她的手艺。按理来说，新媳妇确实该下厨，但我们家青青不是你们花轿抬进来的，还不能算你们家媳妇。再说了，我们这头一天来，婆家姑姑就赶着让我们去厨房，是欺负青青娘家没人，还是瞧不上青青？亲家奶奶别生气，这孩子这么大岁数了还不会说话呢。周丽红本来还想给许沁一个下马威，谁知却被冯淑华呛了一顿，只能假装去忙。呵呵，行吧，那我去看看厨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晋南，你带青青去你屋里说说话，别陪着我们干坐着，正好我也有话跟亲家奶奶说呢。好。一来到房间，周静南便立马道歉，对不起，是我的疏忽，让你为难。没事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，而且我是嫁给你，又不是嫁给他们，只要你对我好就足够。谢谢你的理解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今天会过来。没事。对了，那个樊杰是不是你的前女友？不是，我们就是一个院长大的。那你前女友是谁？你弟也说你有个感情特别好的女朋友，在文工团工作。我以前没有过女朋友，不过樊杰确实是在省文工团工作。那你弟为什么说樊杰是你的前女友？而且刚才坐在那里，樊杰看你的眼神就像是你抛弃了他。听到许沁这么一说，周静南也突然想起一件事。我之前在单位的时候，确实收到过樊杰的信，里面还有一张黑白照片，但我只是看了一眼就放在了办公桌上。后来那封信和照片去哪了，我也不知道。难道是有人把信拿走了，然后冒用你的名义跟樊杰通信？也不是没有这么可能。那这樊杰这些年喜欢了个寂寞吗？周静南还是担心许沁不信，又急忙补充道：我之前从来没有结婚的打算，更不可能找女朋友的。为什么不打算找女朋友结婚啊？那为什么又跟我结婚？我们之前并不认识呀。周静南一听，垂在身侧的手不由得握紧。许沁好奇地看着周静南，见他唇紧紧抿着，似乎有着难言之隐。正这时，苏慧茹突然喊道：晋南，青青，吃饭了。走吧，晋南哥，我们先去吃饭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以后我们可以用一辈子来慢慢研究。等许沁拉着周静南的手走进饭厅时，在场的人有人欢喜，有人愁。哼，不要脸！说话的正是周丽红16岁的女儿柳文萍，声音虽小，但周静南也听到。滚出去！柳文萍被周静南的呵斥吓得一哆嗦，于是赶紧躲在周丽红身旁。妈，静南，文萍还小，说错话也是正常的。你是做大哥的，怎么还能斤斤计较呢？静南哥，先吃饭。一旁的陈英脸上也有些难堪，赶紧责备周丽红：不会说话就别说话，管好孩子。陈英说完，又看向许沁：青青，快带静南过去做好吃饭。亲家奶奶，赶紧尝尝这羊排，一早我让静南爷爷去买的，新鲜的很。谢谢，客气了。青青也尝尝看，静南平时不吃猪肉，所以家里从来不吃猪肉的。谢谢奶奶。周丽红几人见许沁这么受欢迎，心里更加恼火不已。赶紧吃，吃完咱们就回家。凭什么要回家？是不是娶个破烂货以后我们都不能回来了？柳文萍话音刚落，许沁直接拿起面前的茶杯泼了过去。许沁，你想干什么？看他嘴巴不干净，帮他洗洗，免得回头出去，人家会说周家家教不严，一个年纪小小的姑娘满嘴污秽。一旁的周老爷子周康安也看不下去了，看着周丽红训斥道：你带着他赶紧走，不嫌丢人。爸妈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文萍年龄小，口无遮拦，可她说的也是事实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多大的人了，一点脑子都不长。今天什么日子，你们在这里闹？还有，许沁现在是我们周家的媳妇，是你的侄媳妇，你一个做长辈的，该有的样子和气度呢？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家青青做错了什么，还需要婆家姑姑气度大去容忍？亲家奶奶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也怪我连孩子都教育不好。妈，你用不着这样。现在谁不知道周静南娶了个破烂货当媳妇，多少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此时周静南也突然站了起来，然后把自己的茶杯塞给许沁。泼他！许沁还没反应过来，周静南就已经抓着他的手朝着周丽红泼了过去。从今以后，我要是再听见一句关于许沁的不是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，有我在，就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半分。她是我娶回来的妻子，不是来受你们欺负的。如果家里容不下她，那我们就搬出去。周静南说完就握着许沁的手：我们走吧。我之前还想着
晋南没有姐妹，青青嫁过来也不会受姑子姐的气。没想到还有个出嫁多年的婆家姑姑上来指指点点，真当我们青青没人要，非要上赶着来受气吗？亲家奶奶，不是的，今天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去学校食堂吃。许清可以不给周丽红面子，但不能不给陈莹和周康安面子。奶奶，饭我们就先不吃了，等有机会我来带爷爷奶奶去吃烤鸭。昨天我和晋南去吃了，味道很不错呢。青青，委屈你了，你放心，在周家不仅有晋南护着你，爷爷奶奶也护着你。陈莹说着就把手腕上的镯子退下来，这个镯子是奶奶给你的见面礼。奶奶，这……青青，你一定要拿着。周晋南此时抓了抓许清的手，示意她收下。谢谢奶奶。等陈莹和周康安客客气气的把冯淑华和许清送出门后，柳文平抽抽搭搭哭起来。哭什么哭？一天到晚就不能管好自己的嘴？你在家不也是这么说的吗？周姨，你先别发火，文平妹妹年龄小，哪有什么心机啊？以后多教教她就是了。晋南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把这顿饭搞砸了。都是他们的不对，不关你的事。周晋南抿了抿唇，看向冯淑华方向。奶奶，是我没做好，让青青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以后肯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结婚后，我们也会搬出去住。你们自己看着办。虽然我老了，但绝不会看着青青被人欺负不管。奶奶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也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确实没必要惯着让自己不开心的人，以后和晋南好好过日子就行。歇了个邪了，你竟然还能找到我这里来！你赶紧想办法给我借3000块钱，还有帮我找个做宴席的厨师班子，越快越好。你要这么多钱干嘛？请厨师班子又干嘛？买院子办酒席结婚。办酒席不是11万吗？怎么现在这么着急？再说，就算是要办酒席买院子，也不用3000块吧？你帮我准备好就行了，然后尽快给我买个院子，就在丁昌文家附近的地段，许清喜欢那里。还有，到时候酒席就在省大家属院搭棚子办。啥？在家属院搭棚子办？你不是这么张扬的人呀？咱们单位结婚不都是领了结婚证，请大家吃把糖，花生瓜子就行，可没这么大操大办的。那样太委屈许清，原本嫁给我这个瞎子就让人议论，要是再不声不响的嫁给我，背后人还不知道说什么。不管你怎么做，都堵不住别人的嘴。还有，如果你想和许清好好过日子，就应该把这种愧疚的心收一收。你只是暂时的失明，以后肯定会好，前途也会很好。许清嫁给你不亏，是我欠她的，可那也是没办法。你要是一直把这件事梗在心上，你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。她是个很好的姑娘，原本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人生，现在却因为我被人指指点点，一辈子都要烙上不洁的烙印。你要知道，困苦压不倒一个人，唾沫星子却可以，所以我要尽我所能，不让她被人议论。那行吧，我去办。不过你要想清楚，3000可不是小数目，就你现在的工资，要3年不吃不喝才能还上。你们结婚后不生活了吗？我自己有办法。高战不用猜都知道，周晋南所说的办法是什么，就是接最危险的任务，拿最高额的奖金，甚至是抚恤金。另一边，许清和冯淑华也回到了家。你婆家就晋南爷爷奶奶看着正直，剩下的人都不好对付。那个婆家姑姑看着厉害，其实没什么头脑，最厉害的是你婆婆。可是我看着周晋南妈妈挺老实的呀。就这种看着老实的人才是最厉害的，遇事他不出头，却会挑拨别人出头。你看今天晋南的姑姑那么没有规矩，她从始至终说过一个字吗？她没说，是因为她心里也是那么想的。是吗？要不是你们已经领了结婚证，这样的家庭说什么都不能嫁。放心吧，奶奶，反正我们和他们不住一起，对我好的人，我自然会对他好；对我坏的人，我肯定也不会吃哑巴亏。对，就该这样。以前你这丫头看着挺精，但就是性子有些软，现在倒是变得刚烈起来，这样我就稍微放心一些了。对了，奶奶，你见过我亲妈妈？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长得很像你妈妈，她是个很温柔的女人。至于其他，我了解的也少。你爸最早的时候去南方下过乡，他回城时带着你妈回来，后来生下你，你妈就没了。听到冯淑华这么说，许清也暗下决定，等理顺了现在的日子，就要去找当年的真相。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，许清也没怎么出门，基本都待在家跟冯淑华学苗医。等到第4天的时候，许清便出门去找卖冰棍的大娘。你来的正好，刚才我看见你那个后妈跟着丁教授去了隔壁的饭馆，到现在还没出来呢。他们最近见面可真够勤的。真的吗？我跟你说，丁教授的老婆可是回来了，现在还在车站那边的胡同住着。要是让他老婆知道，到时候闹得可就难看了。谢谢大娘，我一会就去看看。许清和大娘又闲聊了几句后，便直接来到饭馆附近等着。果不其然，没多久就看到丁昌文和方兰心匆匆的走了出来，许清则不紧不慢的远远跟着。
丁昌文，你现在什么意思？如月的事情你不管了吗？你让我怎么管？现在是周锦轩不同意娶，总不能让周成文压着她结婚。那如月怎么办？你就眼睁睁看着她这一辈子毁了。你说你平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，竟然能做出这么糊涂的事情？你还好意思怪我没把孩子教育好？这么多年，你尽过一天当爹的责任吗？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来怪我？你那么大声干什么？是害怕没人知道吗？你别忘了，要不是我如月能考上大学吗？哼，拿到个高考指标就考那么几十分。反正如月要是不能嫁给周锦轩，我跟你没完。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哪个正常男人愿意娶？我看如月嫁给李大勇也挺好。丁昌文，如月要是不能嫁给周锦轩，你就别怪我把当年的事情说出去。叶楠怎么死的，你心里应该更清楚。够了，你再让我想想办法。躲在一旁偷听的许清震惊不已。许如月居然是丁昌文和方兰心的女儿，而且许如月能上大学，看来还是顶了别人的名额。还有母亲的死，怎么会和丁昌文有关？等许清回过神来时，丁昌文和方兰心已经离去了。知道这些事的许清直接来到商店购买了纸和笔，然后写了3封举报信，分别寄给3个不同的部门，举报许如月用不正当手段上大学。等许清寄完信一回到家，便瞧见周静南来了。青青，你回来了，静南可来了一会儿，帮我干了不少活呢。静南哥，你怎么过来的呀？高湛送我到门口的。静南哥是找我有事吗？我让高湛帮忙买了个院子，另外还有些事情想跟你说。啥？你买院子了？是，位置也挺好，和丁教授那个院子就隔了2家，也是靠马路边的位置。花了多少钱？没多少，一会儿我带你去看看。周静南说着，又看向冯淑华的方向。奶奶，我准备月底就和青青举行婚礼，你帮我们看个日子，东西我来准备，彩礼明天我给青青送过来。许清张了张嘴，嗓子却像哽着个东西一样，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知道周静南这么着急结婚，就是不想外人对他说3道4。好，等会儿你们去看院子了，我就去看看日子。到时候就在省城大学家属院搭棚子办酒席，办10桌，你们看够吗？够了，静南哥，其实我们找个公会食堂，请个3、2桌就行。不，人会很多，到时候我的同事们都会来，还有省城大学和街道办的人，包括妇联的人。许清知道周静南这是要向所有人宣告，他许清是周静南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不许任何人议论。好，静南有心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你们先去院子那边看看吧。半个小时后，许清和周静南来到新买的院子。我听了高湛的描述，可惜院子就是不能种菜，而且槐树太旺盛，遮住了阳光。回头我找人把树顶修理一下。我觉得很好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，看看还有什么要添置的。这2天再找人粉刷一下，到时候直接当结婚的新房，你会不会觉得委屈？你是说结婚后直接住这里吗？对，直接住这里。你记住，你不用迎合讨好任何人，也不用委屈自己，只要自己开心就好。许清原本以为在省大家属院办酒席，那新房自然就会在周静南现在住的房间，可没想到周静南会打算把新房安在这里。周静南，谢谢你。哎呀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大白天就搂搂抱抱的，也不嫌弃害臊。你是谁？我们2口子在自家院子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就是过来看看以后的新邻居什么样。原来就这样啊！许清刚想开口回怼，又有一人走了进来，来人正是丁昌文的母亲丁老太。哼，原来是你们买了刘家的院子啊！许清一看到丁老太，再想起卖冰棍大娘的描述，便立马猜出中年女人是丁昌文的妻子王改花。妈，你认识他们啊？见过。走吧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我不知道这里还有这种人。看到丁老太和王改花的态度，周静南有些后悔买这个院子，而许清则不同，甚至还有些兴奋。不，我觉得挺好，说不定以后我们还能关系很好。为什么会关系很好？嘿嘿，以后你就会知道了。静南哥，院子已经看完，我们就先回去吧。待会我要写个东西，然后再一起去省城大学。好。等许清带着周静南回到家，便立马拿出准备好的白纸和毛笔，然后飞快地写了起来。你要写什么？大字报，也就是举报信。好了，不错。你是想提到学校去吗？是啊，静南哥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你把它交给我，我找人去贴，保证没人敢撕，也不会有人发现是你做的。你不问问我写了什么？不管写什么，我都相信你不会无凭无据去伤害别人。我是揭发许如月冒名顶替上大学，你会不会看不起我？不会，本来就是他做错了事情。你现在帮我去给高湛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接我，你就不用过去了。听到周静南这样说，许清也不矫情，立马去街上邮局给高湛打去了电话。没多久，高湛就过来把周静南接走了。等到第2天时，许清没忍住，便来到学校打探一下情况。刚才路过蛇德楼，前面的宣传栏上贴着举报信，说有人是冒名顶替上的大学。我也看见了，前面还站了2个男人，都不许人靠近，也不肯让人撕举报信。许清一听，立即朝着蛇德楼走去。
一到蛇德楼，许清便瞧见宣传栏前围着一群人，指着宣传栏议论着。竟然是冒名顶替上来的，太可恶了吧！就是我们为了考大学，天天就睡2-3个小时，他竟然顶替别人进来，太卑鄙了！这种人就不配上大学。哟，你那个小媳妇也跑来了。周静南一听，也有些无奈的笑了。呵呵，他倒是不怕事。不过你小媳妇写了一手好字，一看就是练了很多年。他本来就很优秀。哟呵，你这是真栽进去了呀？另一边有个跟许如月关系好的人跑去许家告诉了许如月。什么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现在学校都传开了，大家都特别生气，说你是偷摘别人的胜利果实，和法西斯没有区别。放屁！我们家如月是凭着自己本事考上大学的。要不阿姨你去趟学校，毕竟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。现在同学们都很愤怒，学校保卫科派人去撕掉举报信，却被人拦着了。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害怕什么？你是凭自己本事考上大学的。走，我们现在去看看，到底谁在背后胡说八道。没多久，方兰心就拉着许如月来到了学校的宣传栏前，然后二话不说就上前将举报信扯了下来。你就是许如月吧？你是不是顶替别人的名额上大学？我没有，胡说八道！我家许如月是靠自己本事考上大学的，这就是有人羡慕嫉妒，要故意恶心人。当初我家如月在下乡，白天要上工，晚上点灯学习。以前一个白胖的大姑娘，硬是熬瘦得成8-90斤。哼，现在的人怎么这么坏呢？就这么轻易否定了孩子辛苦的结果，我们这是招谁惹谁了？方兰心一说完，底下立马有人发出了质疑。既然你是自己考的，那你说一下高考时政治最后一道论述题是什么？许如月瞬间慌了神，她的成绩都是假的，哪里会记得最后一道论述题？对，你说说什么是第一生产力？是呀，要是答不出来的话，那出师表你总会背吧？你们还有完没完？这都过去1年的事情，谁还能记得？他不记得，可是我们都记得。对呀，当年背的学的那么辛苦，怎么可能才1年就忘得一干二净？除非你们就压根没学过。面对众人的质疑，许如月满脸通红，羞愤难当，捂着脸就直接跑了。而方兰心见状也追了上去。老大哥，怎么是你？许清怎么也没想到，刚刚混在人群中喊话的是高湛。走，周晋南在人工湖那边等咱们呢。他听说你后妈过来，生怕你吃亏，让我过来看着你。其实我自己也可以的，他们不敢在学校对我动手。走吧，晋南等着呢。晋南哥，你不用来也行的，高湛肯定能把事情办好。嘿嘿，我可不是来监督的呀，我就是想看看热闹，而且我还给教育局、信访办、省教育部3个部门寄了举报信，我不信他们会置之不理。呵呵，你可真厉害呀！许如月这次是跑不了喽，肯定会被开除学籍，档案上还会被记录一笔，连去工厂做工人都没资格了。许清笑了笑，相对于前世方兰心和许如月做的事，他这算是很仁慈了。把东西给许清。周晋南话音刚落，高湛就拿出来了1摞钱、1沓粮票以及自行车票。这是干嘛？彩礼你都拿着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金戒指那些也都折成钱在这里，你自己看着喜欢就买。我不要，你不是已经买院子了吗？肯定花了不少钱，现在又拿出这么多钱，晋南哥，你是不是也借了很多钱？这些钱还是你拿着去把账还了？我嫁给你是要过一辈子，又不是图眼前这点钱。这钱你先收着，我这些年存了些钱，够的。高湛默默看着周晋南，打肿脸充胖子。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，就是夫妻了，以后家里的钱我说了算。老大哥，你肯定知道晋南哥在外面借了多少钱，用这钱去还上。高湛看了看手里的钱和票，又看了看周晋南。那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等等，还是把自行车票给我吧，我回头去买辆自行车，以后我可以带晋南哥出门。好的，那你们2个聊吧，我先走了。晋南哥，院子那边的房子我想自己去刷，不用麻烦别人。我怕你太辛苦。不辛苦的，我虽然没有下过乡，在家里可是什么都干，刷房子我也会，我就想着给石灰里兑些颜色，这样刷出来的房子漂亮呀。可是放心吧，晋南哥，我自己可以的。等以后我们可以在槐树下放2个藤椅，买个录音机，要那种带收音机的，到时候你坐在藤椅上听广播，我给你泡茶。周晋南一听，脑海里顿时就有了画面，嘴角便不由得上扬。晋南哥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好。等许清把周晋南送回家，刚从家属院中出来时，就被苏慧茹拦住了去路。伯母好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可以啊。其实你并不是我们理想的儿媳妇。许清一开始就知道苏慧茹来者不善，所以也没被苏慧茹的下马威吓到。可惜没有让你们如愿。晋南17岁就参加工作，去的都是一些条件艰苦的地方，后来被举荐上了指挥学校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那是培养将帅之才的摇篮。如果不是这次意外，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，根本不会娶你。没关系，我不嫌弃他。
你不要装傻，你一个残花败柳嫁进周家，是我们嫌弃你。我今天要跟你说的是，你们结婚后不许搬出家属院。如果我是你，想跟儿子修复好关系，就不这么多管闲事，否则最后难受的还是自己。你就这样跟长辈说话的吗？你们许家的教养就是这样的吗？伯母，你要搞清楚，是你先出言不逊。好，很好，你倒是牙尖嘴利。等你知道周晋南为什么娶你，我看你还能笑出来。你想知道吗？呵呵，我并不想知道。你觉得你随便挑拨两句，我就能信你吗？还是你觉得你这个陌生人和我丈夫比起来，你更可信？